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挺特别的案子，它涉及一份判决书、一封血书，还有一个学者的命运。有意思的是，咱们要借用历史上几位最牛的思想家的视角，来剖析这起看似简单的法律案件背后，到底藏着些什么深刻的问题。我只是一个被囚禁在柏拉图洞穴中的囚徒。这句话就是被告陈经元在上诉书里写的。你看，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从一个具体的法庭拉进了一个充满哲学思辨的世界。所以这很明显，已经不只是一场官司那么简单了，它更像是一场关于真理、关于正义，甚至是关于个人存在意义的拷问。好，那这个案子的核心事实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位叫陈敬元的理学博士，因为在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些东西，就被咱们国内的地方法院判了20个月的监禁。给他定的罪名呢，就是那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寻衅滋事。行，为了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咱们接下来分5步走。第一，先看看这位学者到底做了啥，怎么就寻衅滋事了。第二呢，咱们得琢磨琢磨，审判他的这个法律本身站得住脚吗？然后第3步，我们来算一笔道德账，看看这个判决从结果上说到底是好是坏。第4，咱们再深入一点，看看这件事儿对一个个体，对他的尊严代价有多大。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位被告是如何摇身一变，反过来成了原告的。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这位学者的所谓罪行。这个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关于陈经元到底干了什么，控辩双方的说法那可是天差地别。你看这个分歧有多大呢？一边是法院这边非常严厉的指控，说他散布虚假信息，攻击国家领导人，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听起来很严重，对吧？可另一边呢，是陈经元自己的说法，他说我就是个学者嘛，在推特上跟一小撮人分享点艺术学术文章还有一些政治评论而已。所以你看这2套说法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是整个案子所有争议的起点。好，了解完基本事实，咱们现在换个玩法，把视角往上提一提，从具体的案子上升到哲学层面。这一次咱们要审判的先不是陈经元这个人，而是审判他的那部法律本身。没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您想想，当一个判决让我们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盯着被告有没有罪，更应该大胆地问一句，这个用来定罪的法律本身，它正义吗？说到这儿有一位叫朗夫勒的法律哲学家，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思想工具。夫勒就说，法律可不能只是当权者的意志命令，它必须得有自己的内在道德。说白了就是，如果一部法律本身就不讲道理、不讲程序、不公平，那它压根儿就不配叫法律，顶多算是个强权规则。那好，咱们就拿傅洛的这几条标准来过一遍陈经元的案子。首先，明确性，什么叫寻衅滋事？这个边界在哪儿？你猜检察官怎么说？他说，我觉得是谣言就是谣言，这就很主观了，对吧？第二，普遍性，成千上万的人可能都转过类似的东西，为什么就偏偏抓他一个人呢？这就叫选择性执法。再看一致性，判决书里自己都承认很多证据不充分，但最后还是做了有罪推断，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最后可能性，法律要求他得明知信息是真是假，可他自己都说了，我就是个洞穴里的囚徒，一个学者，我怎么可能知道绝对的真理呢？你看这么一分析下来，结论就挺清楚了。从法律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审判过程在好几个关键点上都经不起推敲。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选择性执法的问题，马丁·路德·金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他说，所谓不公正的法律，就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遵守，但自己却可以不当回事儿。这说白了就是，当法律这把尺子可以随便弯，只为特定的人服务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正义的守护者了。行，法律程序的事儿我们先放一放。现在咱们再换个角度来算一笔最简单的道德账。咱们就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这个判决最终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
是增加了大家的幸福呢，还是增加了痛苦？这里呢，我们可以借用另一位哲学家彼得辛格的理论，叫偏好功利主义，来做个小小的思想实验。这个理论听起来高大上，但核心想法特简单。一个行为道德不道德，就看它最终是满足了更多人的愿望，还是伤害了更多人的愿望。咱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算算这笔账。其实啊，这笔账不难算。你看啊，一方面呢，这个判决可能满足了官方对于所谓秩序的一种偏好，但这种满足感能有多大呢？可能微乎其微。但另一方面呢，它给陈经元个人带来的痛苦是毁灭性的，自由、尊严、学术生涯全完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巨大痛苦。而且还不止于此，这种判决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让其他学者感到害怕，不敢说话。这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所以你看，这么一加一减，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笔买卖真是亏大了。它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那一点点所谓的好处，绝对是个负分操作。好，算完了社会这本大将，咱们现在把镜头拉近，再拉近，聚焦到陈经元这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咱们来看看这个判决对于他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对于他的尊严和潜能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就这么被彻底改变了，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理论就特别有启发性。他提出一个看法，叫能力路径。他说一个社会正义不正义，关键不是看它 GDP 有多高，而是看它有没有给每个人提供机会去实现那些最核心的人力能力，让人们能够活得繁荣，活得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我们要是用努斯保姆的这个尺子去量一下陈经元的案子，就会发现他很多核心的人类能力都被系统性的摧毁了。你看，他的思想和想象力因为分享观点而被惩罚，他的实践理性想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却被法官一句闭嘴给粗暴地打断了。他的情感表达，那封血书里悲怆的呼号被无视了，他的归宿感和自我控制力随着自由被剥夺也都没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这个判决拿走的不仅仅是20个月的时间，更是阻断了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去生活、去繁荣的可能性。思想家梭罗有句名言，他说，在一个监禁任何一个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一个正义者真正的归宿也是监狱。这句话也许能让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陈经元的处境。或许他进去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在某个特定的系统里，一个有良知的人必然会走到的地方。而这也就引出了我们整个故事里最戏剧性的一个转折点。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系统，陈经元没有选择沉默，更没有屈服。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反击，他要从一个被审判的被告变成一个主动出击的控诉者。没错，他最后的一步已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了，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击。在他那封非常有名的狱中自辩即控告血书里，他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停下了所有对自己的辩护，然后调转枪口，开始控告整个办案的司法系统。而且他的指控可以说是刀刀见血，全部都打在要害上。他用法律的语言反过来控告那些执法者。他说，整个过程从根上就是非法的，逮捕是零证据启动的，口供是刑讯逼供来的，所谓的证据是伪造的，而整个起诉，据他说是上级压下来的政治任务，必须办成铁案。他给这个系统起了个名字，叫司法黑帮。但更厉害的还在后头，陈经元不只是在说自己的案子，他把整个事情的格局一下子拉高了，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他是怎么论证的呢？他说，你们判我有罪，实际上是在损害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你们违背了国家提倡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外交政策，你们摧毁了理性讨论的宪法精神，你们还在全世界面前破坏了中国司法的形象。你看，这一下就把他个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宏大叙事给巧妙地绑在了一起，这招非常高明。好，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你看，当我们用富勒、辛格、努斯鲍姆用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尺子去一遍遍地丈量这起案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站在被告席上的早就已经不只是陈经元这一个人了，对吗？这场审判它审视的是法律的本质，是道德的得失，是个人尊严的价值，它更审视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在面对不同声音时的反应。所以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当一个普通人的一条推文都需要动用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来审判时，那真正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到底是谁呢？